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其实昨天我是和这个红鱼一起来的，还是红鱼。对，而且我们过来的路上呢，还遇到2个中国的女孩子，待会儿就看得到她们了，都是四川的女孩子哦。但是很可惜，和四川的女孩子结特别有缘，但很可惜的就是，对昨天的视频素材没有了。那个卡呀，我插进电脑里面去，然后电脑出了问题，然后我强制拔出那个卡，所以说那个卡就损坏了那个素材，然后呢只能够格式化了。是你的问题？对，是我个人的问题。给大家看看远处的这个山景，萨拉热窝它是四面环山的，所以说它这个城市是建在山坡上，有点像是重庆。然后当地人特别喜欢养花，真的是家家户户到处都种满了花。今天到的波黑以及前面到的塞尔维亚，其实都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巴尔干半岛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它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划分，它包括了很多，比如说除了波黑还有塞尔维亚，还有就是黑山、斯洛文尼亚，还有这个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马其顿等等这些国家。巴尔干半岛呢是被称作欧洲的火药桶的，并不是因为这里贩卖火药，而是因为欧洲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所有的都是因为这个地区而展开的。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又有第2次世界大战，然后还发生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南斯拉夫呢，它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形下形成的一个国家，它囊括了大部分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但是到后来，因为它的民族矛盾实在是太多了，太频繁了，然后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就已经解体了，并在后来爆发了这个波黑的战争。所以说萨拉热窝这座城市是饱受战争之苦的一个城市。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萨拉热窝的印象都是因为前南斯拉夫的那部电影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应该很多50、60年代的人都已经看过那部电影了。而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游击队员瓦尔特通过消灭德军保卫了萨拉热窝这座城市的故事。而今天我们就要去萨拉热窝老城区里面去寻找一下瓦尔特，重温一下电影故事的情节。因为整个城市是沿着山而建的，所以我们是住在山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走到了山下，这里就有一个天主教堂。因为萨拉热窝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4个宗教相互融合交融的一个城市啊，就是有穆斯林，然后有天主教，有这个东正教，然后还有犹太教。这4个宗教呢，他们在这里相互交融，然后都有各自的一个教堂。我今天又得重新介绍你们2个了。你那个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得重新介绍你。都没有啦，都没有了。好，这是佳佳、玲玲，2个四川的美女啊。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清真寺了吗？这里就是电影里面那个钟表匠的爷爷为了保护瓦尔特而牺牲的地方。然后他的旁边这里还有个钟楼，这个钟楼就是瓦尔特在上面拿着枪疯狂射击德军士兵的那个地方。待会我们过去看一下。现在进来这个清真寺，有没有感觉特别的熟悉呢？真的是跟电影里面场景是一模一样的。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好像在那一边看过来，然后多了一个凉亭，原来是没有的在这里。严格来说，这个不是凉亭，这个是一个喷泉，就是为了给人们在这里喝水。咱们看一下电影里面的场景，是不是这一个？一模一样，有没有？找到了，就是这一个。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就是钟表匠爷爷他牺牲的地方了。德军当时就是在钟楼上面射击的。然后电影里面的这个场景我也找到了，就是游击队员他们逃跑的方向，就往这个门里面逃跑的。这上面的这几个塔尖尖就是瓦尔特他射击德军士兵掉下来的地方。经过了那么多年，它这里的场景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个钟楼或者说宣礼塔，它是建于17世纪的中期，萨拉热窝少数几个经历了战火之后还幸存下来的一个奥斯曼地标性的建筑。那么现在我们就打卡了第一个电影拍摄的场景清真寺，接下来我们去旁边的铜匠铺去看一下。铜匠铺呢，就是在电影里面那个瓦尔特撤退的时候，然后铜匠们呢都是不约而同的敲击那个铜盘，以通过这个声音呢帮助瓦尔特撤退的。在这个集市这里呢，每一条街都有自己的主打的行当的，那久而久之呢，这个行当就成了这条街的名字。比如说这里有铜匠街，有裁缝街，有锁匠街。而铜匠街呢，就是这里历史最悠久，然后最出名的一条街，好像就是这一条街了。这里就是铜匠街了。咱们来看看电影里面的
那个店铺还在不在？我在这里还看到个牌子，上面写着中文，写的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铁匠铺的拍摄场景。现在老板是影片中铁匠的儿子。欢迎中国朋友。18年。哦，那就是他了。你们就在旁边那里喝茶是不是？就说这就是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就知道。就是这个铜匠铺。对，我不进来的话，我们就碰不到了。我是专门来拍摄的，就跟这个老板看一下，聊一下。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Muslims. They have pot brave. We just went showed him like. They're going and to where is the tunnel? Tunnel. 这个是他的工作台，在这里敲击那个铜盘。好酷哦！嗯， We are bringing the weapons. 看到没有？他那个电脑里面还在放着那部电影。对。Hi. Hello. What's your name? Adnan. Adnan. Nice to meet you, Adnan. Are you the actor inside? No.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was. Oh, your grandfather and your father. Yeah. That movie, it's made 1972. I am born in that year. 你看，这是德军在搜捕那个瓦尔特的场景，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变过。一点都没变。 Grandfather and the father. 啊，这是他爸爸， So young. 好帅啊！Yeah. 它这里面各种各样子的铜制品都有卖，像杯子啊，还有这些咖啡壶、盘子、碟子，还有这个装菜盘，还有这个锅都有，粉粉的，好精致。好镜子了呀。它这个就是隔热层哦，喝茶或者喝咖啡就不烫了。I make just one piece, never work 2 piece thing. 哦，他是没有完成的，做了2天。这个就是电影里面那个铜匠的他的孙子啊，看起来很年轻啊。I think you're the son. He looks like young. 52. I'm old like this movie, so. Ah, you're 52 now. 在我们参观完之后，这位铜匠爷爷又开始制作红盘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把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电影之中。撤退的瓦尔特还有他的游击队员跑过了铜匠街，铜匠们就是用这个叮叮当当的响声干扰了德军的搜捕。那么多年过去了，饰演瓦尔特的这位演员也已经离世，但是铜匠街的敲击声仍然和多年前一样回荡在这里。Nice to see you, thank you， 谢谢，再见。这个地方是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估计都会来这里拜访的。就这个铜匠他的孙子，在电影里面出现的这条街，铜匠街，那完全一模一样啊！就过去了那么多年，还是没有变化哈，一点变化都没有，一模一样。这种历史感的这种味道还对在。啊，对啊，真的是保存的特别的好，就一下子就感觉进入了那个电影场景里面。他是从这个跑过来的，然后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对。然后呢，那个东西倒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敲。对。OK， 我们就逛完这个铜匠街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铜匠街旁边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这里呢就是叫什么瑟比利喷泉。这个喷泉它看起来不太像喷泉了，就像是一个塔一样的东西，木塔一样的东西。它的作用就跟那个清真寺里面的凉亭是一样的，就是给别人喝水啊，然后净身用的。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这个喷泉据说是16世纪的时候由土耳其那引入的，然后旁边呢还有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坐在这里喝咖啡或者喂鸽子。然后在这个瑟比利塔旁边呢就是鸽子广场了，因为这里有特别多的鸽子，看到了吗？大人小孩都在这里跟鸽子玩耍，只要花1马克，也就是4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这个饲料喂鸽子了。全部飞过去了。这里整个步行街呢是建于15世纪的，所以经过了500年这个时间，
他们整个老街区还是原来的老样子。